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抱歉，我似乎高估了我的能力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游戏就是特别难。你要是一下子过去了，就也会显得我很无能。我去找一下方医生。哦。这个游戏需要左右手配合，他的左手。我已经看过了，现在还需要多久？小聂啊，方医生，你这是要偷跑？我去楼下小花园走走。哦，去吧，多活动活动呀，有利于恢复健康。哎，我师弟好像也在那儿。林总还没有走，他不是请假了吗？苏州又没有朋友，只能赖在我这儿了。我工作的时候啊，他只能自己玩了。哎，方医生，怎么？八卦一下？不是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们林总不是因为车祸当不了医生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还每天拉着他一起讨论手术方案啊？这不是太戳人伤口了吗？小聂，这是开始关心我师弟了？不是，我就是。你可以视作一种脱敏疗法。脱敏疗法？他其实从没放下。他出事的时候是在苏州无锡蹲高速，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，转到上海的时候我才知道。那段时间，一有空我就往上海跑，生怕他会想不开。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，才能站到手术台上。他才刚刚开始。哎，左边，左边！哎呀，完了，乱掉了，要输了。是被你的声波干扰了。小诺，走啦。那你下一把我不说话了。叔叔，别的医生叔叔说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医生，那你会给我爸爸动脑子的手术吗？不会。
可是你比较帅耶。叔叔连游戏都打不好了。我好像一下子一点都不讨厌林总。最近新出那部电影，网上评分很高呢。后天我正好休假，打算去看点。你是说那部恐怖片？你一个人啊，单独去看恐怖片？你还找个人吧，你别到时候啊哭着跑出电影院都没个人安慰。我也想啊，这不是找不到人吗？可惜我要值班啊，要不然友情奉陪一下还是可以的。说到恐怖片啊，让我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想当年，我好不容易追到一个长发美女，就约在公寓看片，你们懂的。结果打开它是个鬼片，我抱着人就发抖，人家推开我就走了。不是，还有这种事儿呢？你好意思说出来，也不怕丢脸啊？那有什么丢脸的呀？男人大丈夫，色六之婚在所难免，不算可耻。哎呀，这句话听着很耳熟啊，是不是听谁说过来着？我说的。怎么了？吃完饭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没事啊，你们聊嘛，我等着你们一起回。我有事情要找你。师弟，你下午是不是还有事儿啊？没有。哦，我家师弟吧，动手术一向都快。师兄，拜佛。过去。喂，高速发生连环车祸，赶紧回来！哎，方医生，这么巧，我正要去找你的呀。这是我女儿楠楠，刚刚拿到她的脑部和肺部 CT， 想请你看看有。这是我师弟，神经外科专家，请他帮你看一下。肺部和脑部钙化，之前有没有得过肺结核？啊，有，楠楠小时候得过肺结核，但是脑部你看有没有问题？以后会不会？脑部看下来没什么问题，肺结核的确会导致这样的情况，但钙化一般不会癌变，除非你肺结核复发，加强钙化。谢谢，非常放心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有吗？你找我是什么事？哦，对，你交给我的一堆工作我都做完了，等一下拿给你。就这个？就这个。林总，我住院不忘工作，这几天的工资可以照常给吧？聂小姐为自己的公司工作，还计较这个？说的好像你自己不拿工资似的。我是打工的，当然拿工资。那我不给加班工资算了，你帮我过第5关吧，我怎么都过不去。
你现在不打吗？你别看它操作简单，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，这是很考验智力的。你快点打嘛，我真的过不去。你好厉害啊！聂西光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？快要出院了？啊？妈，我今天晚上回去，晚上想喝排骨汤。你哪次回家之前能不能不点菜呀？怎么突然要回来了？我受伤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要紧不要紧啊？没事啊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好了。我就是，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脚。你说你都这么大了，你下楼梯就不会小心一点啊？那要不要司机去苏州接你？不用，我等一下坐火车，然后打车回去就行。我先不跟你说了。行，一会儿见。以前我收治过一个病人，从货车顶上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石头上，颅骨骨折，颅内血肿，脾脏破裂，在 ICU 住了1个月才脱离危险。他坠落的高度比你还低。你怎么突然进入恐怖医生模式啊？知道有人会担心你，就别做让你担心的事情。我知道了，保证不会有下次。那个，这些天谢谢你，也谢谢陈阿姨的饭。陈阿姨说了，你送我礼物给她，她很喜欢。我让英杰在外面帮我买的，她喜欢就好。严希光，我发现你不太会抓主要矛盾。什么主？走了，我开车送你。林总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毁尸灭迹啦？我不能让我妈发现。怎么就突然下雨了呢？方向好像不对吧？下雨，我直接送你到无锡。我去火车站自己搭车就好了。你家在哪？手机没开导航。有密码。等一下。开车还戴眼镜。车祸后眼睛受到了一些影响，下雨影响视线。
那你那次车祸还挺严重的。其实，你真的蛮厉害的。哦，怎么说？你来了之后，公司士气明显大增啊，所以你真的干什么都很厉害。你笑什么？得到未来的老板的肯定。 难道不该笑？我才不是你未来老板。说不定。谢谢，那我回去了。谢谢。你开车回去小心点。 西瓜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帮我干活了。没事，你也不想的嘛。终于回来了，西瓜。你又胖回来了，这绝对有5斤，脸上的肉都紧实了。你这是嫉妒。能不嫉妒吗？你每天吃好喝好，我的活整整多了1倍啊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知道我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了吧？知道了，大爷。我以后再也不敢忘带钥匙了。现在英杰不带钥匙的事情已经全公司都出名了。别说了，主管。上周我去给财务部吴总送文件的时候，走之前他居然表情严肃地跟我说：“以后别再忘记带钥匙了。”让我死了吧！你还好意思抱怨？小聂可被你的马虎害惨了。没有。小聂，现在好了吧？好了。我们部门的人本来打算一起去看看你，但是林总说你这个病需要静养，一群人去不太合适，我们就都没去。你可别见怪啊！啊，不会不会不会。那一会儿10分钟后开个晨会，林总也出席。OK。早上好。早。首先呢，欢迎我们同事小聂康复出院，回到岗位。什么都没有健康好啊，小聂，下次可要注意了。收到，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有什么事情，领导们尽情吩咐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周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呢，是做好季度复盘和年度工作总结，以及制定公司的年会方案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最近我总听别人说，我们部门的风水有问题。有人说话啊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谁在胡说八道？都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。我去查一查。哎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搞封建迷信呢？不过上个月我受伤，
这个月又有同事，跳楼，别人有所想法，也在所难免。所以我打算本周我们部门的人出去聚个餐，也好转转运。这次聚餐呢，当然不能算公费，由我和聂希光一起分摊。啊？为什么我也要分摊啊？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相继出事，才引起流言的？这也行？你别把话说的好像我们闹绯闻了似的，好吗？贵吗？哎呀，林总选的地方会不会很贵啊？据我夜观星象，你必定是个月光族，要不要我借你点啊？那你夜观星象帮我算一算，如果我不带钱包让林总一个人付钱会怎样？这个不用观星象了，我用膝盖一算就知道，你隔天会加班，狠狠的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以咱们林总的风度和人品呢，估计也就是说说而已，不会让你付钱的。PS， 就算要你付钱，也不会太贵的。当我没说。不上去吗？哦，好的。我悟了，越贵的越保险，没准便宜的真要你付一半。这么贵的，林总肯定不会让你买单的。走。安全了，安全了。帝王蟹。大家这战斗力可以啊，都吃饱了吧？吃了。看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林总果然自己去付钱了。到前台来一下。林总，聂希光，我忘记带钱了。好。请签字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植物园的押金还没给你，2清了。都2清了。今天要不是林总请客，我1年都舍不得吃这样一顿大餐。是啊是啊，我发给我男朋友，他羡慕死了，说我们老板比他老板大方多了。谢谢林总，太有面子了。不客气。哎，这家海鲜一定挺贵的吧？这家挺有名的。还好。希光，你怎么了？晕车了？没，吃撑。谢谢林总。谢谢林总。拜拜，林总。林总，拜拜。
这一切怎么这么不真实呢？之前还好像敌人一样，真的可以一下子变成朋友吗？真的可以变化的这么快吗？等我一下。东西掉车上了？没有。李宇森，我们真的彻底和解了，是吗是。那你之前到底为什么看不惯我啊？因为你无忧无虑。啊，是吗？因为你无忧无虑，忘性又大。我好了，你该回去了，他们还在看着我们。哦，那我回去了，拜拜。无忧无虑，忘情又大，难道这是在说二？你刚刚跟林总说什么啦？我问林总，以前为什么看不惯我？他说啦。他说我太二了。啊？综合而言，双反政策下的日芒能源性价比极高。如果我们有意布局新能源赛道，这会是很好的入局点。还有不同意见吗？Chris 说得很对，日芒能源确实性价比很高，只是前不久，日芒能源为其海外子公司 HTCL 向他行做了一笔高达2亿美元的担保。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，针对这一点，风险组早就有了反馈。日芒能源确实为 HTCL 公司提供了巨额担保，但 HTCL 公司是日芒能源和海外基金迪文太阳能基金的合资子公司。就在日芒能源的境内担保发生后不久，迪文就为这笔担保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反担保，有效对冲了日芒能源的风险。所以我认为，投资日芒能源风险可控，收益可观。辛苦Chris，其他同事还需要有补充的吗？那好，我们散会。这是您前天开会时提到的，近2年竞对投行设立的行业分析报告。此外，我还整理了5年内其他。张雪，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个日芒能源公司投资案，你怎么看？尽管双反政策对光伏行业的打击空前，但新能源仍是个好赛道，一定存在好的机会。我当然相信，公司风险管理组的行业资料一定非常全面，但涉及跨境担保，还是建议要更加慎重地核查细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老板让风控组对日芒能源那个项目进行2次海外背调和审计了。我知道了。下午那谁在老板办公室待了好一会儿，真的无语。日芒能源能在美股上市，又有迪文的反担保，在财务安全性上的保障是毋庸置疑的。再次审计就意味着收购周期延后，这么好的标，分分钟有被其他投资机构截胡的风险。他这番操作，纯属杞人忧天，没事找事。算了，谨慎点也是好事嘛。是，但我真的很烦那种有话不当着面讲，转身偷偷跑去跟老板说的人。哎，你会不会想多了？毕竟你也没听见，我看庄也不像是那样的人。怎么不像？长得不像？敏，
你不要以貌取人啊！那人家的确长得很帅嘛。喂，三千，是吗？2号的婚礼，恭喜你啊！当年宿舍里答应我的事儿，你没忘吧？你不会忙到没时间了吧？当然没忘，一定有时间。资料追到手，那多好啊！大家都是熟人。我还不努力吗？可能就是看不上我吧。别说我了，祝你跟张真早日结婚。结婚，把阿珍娶回家。娶回家。庄旭，你来当我伴郎啊？哎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庄旭啊，就连伴郎都要挑最帅的。 好，反正我肯定最晚结婚，可以给你们所有人当伴郎。怎么可能？你什么行性？想结婚不是分分钟吗？我现在拿什么和他在一起？ 早知道和解的结果是天天陪老板加班，那也是可以不和解的。林总，你还不走吗？那我下班了。等一下。 林总，我有个问题。你问。你为什么老叫我加班呀？明明还有其他人。聂希光，这家公司你家有49%的股份，利润差不多一半归你家。 所以让别人加班，我会有罪恶感，觉得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。让你加班就没这个罪恶感了。还有，聂希光，下班了之后，你能不能不要叫我林总？为什么？会有一种下了班还在为你打工的感觉。 林宇森，再见。聂希光，回来。怎么啦？今天早上我办公桌上的无锡大阿福，
是你放的？是啊。有人说要抓主要矛盾嘛。上次回苏州的时候，在火车站等车，我忽然就顿悟了，就在车站买了一个，15块钱不用谢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是给你挂车子上的，不是放在桌上的。保佑你行车平安。上次回来就买了，怎么现在才给我？之前一直在抚平大餐带给我的伤痕呀。受创这么深吗？你早点给我答复，说不定我就不会忘记带钱包了。自制产品，敢不敢用？这是什么？去疤痕印记的中药药膏。啊？朋友那儿拿的。你那些皮外伤留下的印记，可以用这个消除，效果不错。哦，谢谢。其实已经不要紧了，这个印子过阵子就没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担心你这个理由拒绝我。什么拒绝你？这是林总朋友婚宴的情景。上次尖叫害你掉下去的那个女生？是的。他说，他朋友上次就是路过苏州给他送请帖的，结果看见我爬阳台，吓得不行，好像是有恐高症吧。林总说，他一直觉得心里很内疚，就特意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。元旦那天在上海，我要不要去啊？当然要去啊，白吃白喝为什么不去？哎，你不用送份子的吧？不用吧？哎，这不是重点了。怎么不是重点？看看嘉宾名字，你的名字和林总的是写在一起的，那你就不用送了，这种算一份的。不过，你的名字像是新加上去的。那肯定啊，人家之前又不认识我。这字迹还有点别扭。可能请帖都是让字好看的人集体写好，后面这个是新娘自己加上去的。可能吧。总不至于是林总自己加的吧？他的字可比这个好看多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他骗我去喝喜酒干嘛？也是。反正不用送份子，肯定去啊。你打扮得漂亮点儿，目标白吃白喝。你冷静。就是英姐，你怎么比西光还兴奋啊？因为我是一路看他们走过来的，懂吗？现在西光都和林总一起去参加婚宴了，这叫什么？叫患难见真情。哎，西光，要是早知道你跳下楼就能让林总对你改观，你早该跳了。要是让你从2楼跳下去，就给你升职，你跳吗？升多少啊？我得再想想。老大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哈哈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就不能突然想给你打个电话联络下感情啊？哎呀，这不是好像有2个月快没有联系了吗？好吧，那你想跟我联络哪方面的感情？我还能跟你联络哪方面的感情啊？这段时间没联系，是我在忙着结婚的事。什么？你也要结婚？你？还有谁啊？没有，同事。所以，你今天给我打电话，是要邀请我参加你婚礼吗？
对呀。什么情况？这也太快了吧！我们不是才毕业吗？哎呀，被双方父母催婚了呗，主要是为了想早点集资买个房吧。集资买房赢了，那恭喜你啊！几号啊？到时候我一定去。1月2号啊！哎，光到可不行啊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提前1天来给我帮忙。我们资金紧张，现场都得自己布置。所有人？就我们俩宿舍的。1号我估计去不了，你也知道财务每个月初都要有加班工作嘛。元旦也加班啊？啊，是啊，惨无人道吧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走走停停数不胜数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昨天下的雨停了吧？今天暖阳正浓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是越过了阻碍重重，此刻想试的是你眼眸，不退后，不怕寒冷的冬，阳光只肆你也似我。梦远了，梦醒了，梦碎了，不过就是场梦而已。醒来街上有灯火